这时候兰志却觉得他不是在发怒了，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很重的无力感，像是看到那些在最后的秋日里萎蹲在地的花或是落下枝头的果子。蓝启仁又走了，兰志还跪着，蓝忘机还在看着他。有时候蓝忘机会像这样，他看着兰志，兰志却觉得他看的并不是自己，于是兰志没有抬起自己的眼睛。那日他们跪了很久，从日暮到深夜，后来云深不知处敲了亥时的钟，长明灯仍在灯盏中烧着，在地面投下色泽浓郁的光影。兰志的腿一时跪得麻木，后来觉得疼，再后来便也没什么感觉，只是僵着不能动。他在夜深时大概是睡着了，醒来后却发现自己仍跪着，居然跪得还算端正，而蓝忘机跪在他旁边，背脊笔直，像一座玉像。一直到黎明时，窗棂中终于透出些光，兰志跪得恍惚，突然觉得指尖有什么落下，在祠堂地上弹出了清脆的一声。他豁然睁眼，意识到是那收在袖里的铃滑了下去，但他还不及去捡，突见身边跪了一日一夜的蓝忘机突然晃了一下。兰志出声道：“父亲。”他一夜没说话，嗓子也哑极了。蓝忘机轻轻地动了一下，但没回应。然后蓝忘机的身子向一边倾倒，倾过了界，便轰然倒了下去。兰志呆住了，烛光幽暗，堪堪够他看清一缕血迹自蓝忘机的袖口流出来，蔓延过他的手背，然后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。兰志想动，但他的腿跪僵了，动不了。他转手狠狠地敲了敲自己的膝盖，待他的腿终于能动了，兰志踉踉跄跄地跑了出去，跑过晨光熹微的庭院，跑过上自沉寂的亭台幽静，脚步连片震落春日初醒的夜路。听说了吗？韩光君夜猎回来，好像受伤了。啊，还有这种事？我也是听人说的。早上还不到卯时，有个小门生慌慌张张地跑出来，惊动了巡视的弟子。小门生？小门生怎么知道韩光君受伤了？你听错了吧？还听说是从祠堂里跑出来的，谁知道啊？春日的云深不知处草木萌发，水边的柳枝碧玉妆成，化作一片浮水的浓密，末梢嫩芽被溪流中的游鱼啃掉大半。兰芝坐在树下，揪着一条柳枝，听岸上道旁有子弟放客经过，多半是外家来听学的，天南地北的口音闲聊起来，人声一时接近，又一时渐渐的远了。先前他还在静视，几个人合力把蓝忘机抬到榻上，兰芝个子不够高，只见蓝忘机的一只手垂着，指尖有血一滴一滴的落下去。医师很快便到，不久蓝曦臣也来了，他们把蓝忘机的外袍剥下，其下衣物上看不出血迹，除到中医时已经是血糊了一片。医师叹气道：“这必是受伤时草草封住了穴道，虽能止血，却怎等到这时才问医，着实不妥。”蓝曦臣叹了口气，回首说：“阿志别看。”然而兰芝已经看到了，蓝忘机的背上除了有伤，有凝固和流动的血，还有很多很多陈旧的界边痕。兰芝想不出一个人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，才要受这样的罚。蓝曦臣对他说：“你先出去。”兰芝便依言走了出去。他在水边坐了许久，突听有人道：“阿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兰芝抬头，瞧见兰苑站在那条小径上，蹲身下来，向兰芝伸了一只手。兰芝犹豫了一下，拉住他的手，从河岸边爬了上去。兰苑上下打量他，看了许久，摘掉了他头发上落着的一片柳叶，问：“你吃饭了吗？”兰芝摇头。兰苑便拉着他走了。那日课业已散，他们在各种幽深的石径上走走停停，路过本家子弟宿寄的住处，也路过那些别家听学子弟吵闹的庭院。后来兰苑把他带到后山上，坐在一片碧绿的草坪间，不一时便有兔子蹲在他们旁边，暖暖地蹭着兰芝的腿。兰苑说：“我小时候，韩光君好像是把我放在兔子堆里的。”他说着，亮出袖中的一颗胡萝卜，雪白又毛茸茸的兔子便极有经验地跃到他膝上，争着去啃那根萝卜。兰苑把胡萝卜掰了一段给兰芝，兔子便也向兰芝膝盖上跳。兰苑把一只无数次跳得很高的兔子轻轻地抱了下去，看着兰芝，笑着说：“现在你也被埋进来了。”兰芝日暮时方回静室，他没进门，只跪在门下的廊前，
不意识听到2种脚步向外走来。蓝曦臣的声音说：“叔父，忘机难道不是一向如此吗？”蓝启仁哼了一声。门一开，蓝志跪在外面，那2方脚步便各自停住了。许久，蓝启仁问：“你跪了多久？”蓝志说：“不久。”蓝启仁说：“你起来。”蓝志整理衣角，站了起来。蓝启仁又说：“进去。”蓝志便向他们依次行了个礼，迈进了房门。室内渐渐幽暗，蓝志找出火烛，在灯盏上点亮了他摸得到的几盏。灯火将陈设状照出影来。蓝忘机在榻上，蓝志走过去，极轻地碰了碰蓝忘机的额头。很烫。蓝志轻声道：“父亲。”蓝忘机没有回答，但蓝志突然安了心。他在榻边的轻席上坐下，望着灯火照在蓝忘机的脸孔上，他看起来前所未有的苍白，几乎就像很久之前蓝志做过的那个梦。那时他问过韩光君的境世之中可有过孩子，他又问韩光君为何闭关。他想起蓝启仁的愤怒和无力，想起蓝忘机带他经行祠堂，说这是我父亲。他没有提到更多的人，仿佛失落的一环终于搭了上去，遮掩的篇章露出真容。蓝志很深很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几乎不震动声带地问：“父亲，我的母亲是何人？”没有回答。榻上的蓝忘机眉头紧蹙。蓝志抱住了自己的膝盖。夜幕静静地落了下来。似是过了许久，他突然听到蓝忘机叫了一个名字。蓝志站起来，低声道：“父亲。”蓝忘机又将那名字念了一遍。蓝志只听清那是2个字，听起来却不像自己的名字。他爬上榻，将额头抵到蓝忘机的手背上。蓝志没想过自己会很快回到莲花坞，他已无更多可说的话，也没有什么非要回顾不可的景色，但他在9岁的秋日又到了云梦。没有江城，也没有金陵，一个十分面生并十分年轻的江氏子弟将他接了进去，好奇并茫然地打量着这个穿蓝氏校服的孩子。蓝志走过蓝志熟悉的回廊和荷塘畔，拐进后面一座熟悉的屋子。门前站了很多穿江家校服的人，从孩子到青年人皆尽有之。所有人似乎都认识彼此，也都像那个隐门的子弟那样看着蓝志。蓝志走进屋内，绕到纱围后，轻声道：“夫人，阿夏来了。”屏风后的病榻上，有人嘘嘘地咳了2声。蓝志觉得那位夫人老了，不过5年的时间，她看上去比蓝志所能想象的更加疲倦。那头曾经年轻而漆黑的长发，如金色做深灰斑驳。阿夏在他榻前行了1礼，旁边的侍女将他扶起，他拍了拍榻沿，蓝志便坐了上去。那位夫人说：“阿夏长大了，也长高了。”他抬了手，蓝志凑过去，感到那如记忆中一般柔软的手掌轻轻抚过他的面颊与头发。他低低地叫了一声“夫人”，他又咳起来。